好，来看看国际线，大家关注什么？英国的暴动还在持续当中，因为3个儿童而遭到这个网络的恶意的负面假讯息造成的暴动吗？那今天因为有一位9岁的女孩出殡啊，这个告别式让很多的民众百名的亲友去送行。在这种氛围里头呢，目前已经有800个人被捕，几千个人参与反种族的示威，没完没了。英国首相施凯尔态度很硬，他公开的表达，暴动并不是抗议活动，而是有组织的暴力行动，所以他也准备好所有的军警力量。要加以控制，甚至严管逮捕。那800个人被捕之后，还有多少人还要被捕呢？那这样的抗议行动，显然在英国造成的各种动乱，是包括了车站啊、公共设施啦，都被投掷各种的石头，还有攻击。清真寺也是哦，这个包括酒吧啦等等这些地方的动乱，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的迹象。所以美国媒体就说呢，这是伦敦警察局长警告。会严厉继续打击煽动仇恨者，包括谁？美国公民啊，然后就有记者问，包括马斯克吗？因为马斯克就在这个自己的贴文里面认为，内战他就提到了这种相关的这个文字里头，也对于英国正处于危险时刻提供了看法啊。那内战已不可避免，不是反对移民，而是反对种族迁移。那历来政府官员逐渐出现的这种不是本来的英国本地人嘛，是所谓的种族的这概念嘛，包括印度裔的首相苏纳克啊，那加纳的财政大臣啊等等的，引发了英国民众产生种族寡不敌众的忧虑，而产生的冲突感吗？那甚至这个有一个在 X 上面贴文的英国女孩呼吁解放军解放英国，送3万枚东风飞弹来解放我们的国家，引起了很多中国大陆网友的讨论。那有网友就在上面留言说：3万枚东风，地球就没了啦！这个英国小姑娘太可爱了，但是他们没有解放，还是要不要解放，还是要靠自己啊。那英国对于这个事情的处理，显然官方是以非常强硬的手段要来应对。英国媒体则认为呢，英国寻求重启对华高层接触，也是一个观察的指标。为什么首相突然要求访华了呢？是看到意大利的梅洛尼访华之后有很多的利多吗？还是英国各地因为这个抗议需要另外一种在经济或其他的外交政策上来达成选项，让民意可以有不同的注意方向吗？但无论如何，在这个事件里头，大家关注到美国的角色了哦，包括了英国的航空停飞北京航线。那网媒当然说是美国在幕后搞鬼吗？这是一个提问，因为这个当中跟俄罗斯的惩戒条文啊、要求啊有关系。通常但是大家分析都认为说，每次像这样子的施压，要求其他国家配合的措施，都是对美国毫发无伤，却对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带来损害。例如，还有个地方也有暴动，在塞尔维亚又有大规模的暴动发生。我来看看画面哦。这个总理武契奇特别说了哦，数千个人上街头去抗议，聚集在首都市中心。他担心，因为地方的土地跟水遭到污染，所以到这里来抗议，行动也蛮激烈的。武契奇就说，看起来他认为这是有心人士正在酝酿政变。这个政变呢，甚至他有公开的表示，根据俄罗斯情报部门的了解，很多的这些所谓要发动政变的抗议行动，都得到了西方情报部门的积极支持。意思是什么？有其他美国或西方的国家支持来酝酿推翻武契奇吗？那像这样的氛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说，一些邪恶势力利用这个锂矿开采这些问题颠覆行动，要破坏塞尔维亚的国家稳定。他们的目的是使局势升级走向失控。那因为塞尔维亚一向跟俄罗斯走得相对的近，副总理甚至说，没有俄罗斯的欧洲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天然气，以至于现在美国要伸手来处理政权吗？常常有这样的例子，也不只是塞尔维亚，在各国都曾经发生过。例如哈希纳就曾经发出声明说，如果当时我听了美国的话，交出了圣马丁岛的主权，美国可以控制这个孟加拉湾啊，我本来就可以继续执政，就不会被赶下台了。或者是说，《华盛顿邮报》这个报道说，美国准备提供委内瑞拉的这个马杜洛赦免保护，来劝他赶快承认败选下台，就让这个各国的政权
转移而能够由美国来控制吗？因为美国去年在卡达进行秘密谈判，还向马杜洛提议这种内容呢，就都是已经公开的把手伸入其他国家，影响当地的政局，早就不是新鲜事了哦。亮哥看到英国，我们讨论了，从昨天也讨论到现在，看起来现在这个暴动还在持续，而且真的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其实这个是广义的右翼崛起的后遗症啊。那反移民的诉求在欧洲已经爆发过很多次了嘛，所以英国是第一次。那就都是假消息啊，比如说那3个小女孩被杀，那凶手事实上并不是非法移民是出生在英国啊，那是卢安达的后代嘛，那人家也不是穆斯林啊。对。那既然这个不是脸书啊，是 Telegram Telegram 在英国使用暴增嘛，那一大堆人都在放假消息啊。那当然主要就是改革党的人啊，改革党就是极右翼啊。是。那这次选举坦白讲得票也不错。那后来《金融时报》有去做调查啦，就是发生暴动的地方多半都是有外来移民住的社区啦。所以他们等于是借机来表达他对外来移民的不满，那主要是针对穆斯林啊。那这个坦白讲，这个就是政治问题了啦。那你说像那个史凯默说背后是有组织的啊，这个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啦，因为他们就是突然这样出来啊，那可能很多都是改革党的支持者，所以他才认为需要强力镇压呀。对，可是我跟你讲啊。他是镇压没有错啦，可是抓了600多个人哦。那问题，你对你的社区媒体有做管理吗？因为第一个造成大乱的那个人叫做马斯克啊。对啦，马斯克在他的 X 上面公开写说英国濒临内战。那马斯克的粉丝有1.9亿人你想想那个影响有多大所以那个苏格兰的那个前首相因为苏格兰也有首相他是穆斯林嘛，他就公开出来谴责马斯克，说他是地球上最危险的人之一就是现在就是充满了这样的不负责任的言论说这个怎么会是内战呢？这差太远了。一开始只是假消息，然后误导，因为大家对3个小女生被杀感到非常的愤怒嘛，那政府就是简单就是第一个查办真相，然后迅速抓人，就是这样那所以很多欧洲人，因为欧洲人比较有经验他就来看英国人怎么会搞成这样。事实上，英国的穆斯林只有266万人，大概占人口的5%法国有800万那法国人就没有像你那么严重所以法国的媒体就普遍认为说，史凯默把这个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事实上，就是他的中下阶层或者是改革党的那些支持者，他就业不好，没错，然后通膨太严重，他生活不好了，所以在发作了。他就讲一些谣言嘛，说我们的公益制度都被你拖垮了啦，等等等，我的工作被你抢走了啦。可是根据经济调查都不是这样。你不觉得跟当年川普选举有点像吗？就这样乱连结啦，就这样啦。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你的生活可不可以改善，就业可不可以改善，那通膨可不可以改善，是这种问题马斯克发文还有讲说，这都是因为移民政策所造成的关系，然后所以才会记者会有人问他们官员说，那你这样你要不要办马斯克？他说他就是支持川普的论调嘛。他说我们不针对任何特定人来回答。乔店长怎么看？英国的外相他准备要访问中国大陆，但是呢，其实这不是以最近来讲这不是第一次，在去年的时候，也就是之前的保守党的时候，实际上来讲也有访问过，但是访问的同时，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访问的同时，这个他的外交大臣的这个内阁向他的下议院报告，台湾是独立国家。那难道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心里没有一点底吗？你现在是为了什么而来？是为了转移焦点，
还是为了要得到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更多的资源呢？这都是大家要想的一个问题啊。那至于现在讨论的这个，刚刚讲到说可能是通货膨胀的问题，其实真正的问题是经济不好。之前我有讲过啊，结果那个有那个我们讲到说，在2020年的时候，在伦敦的南边，竟然有数以万计的小孩，他要靠着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来补助，他才能够温饱3餐。这是2020年的事，2023年也发生相同的事情，但是它的范围更广了，也就是我们很难想象之前的英国日不落国，现在已经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如果我们来看看我手上的这张手板到底跟移民有没有关系啊？我们来看啊，实际上来讲，真正的移民呢，这里到达的也就是68万5千人，然后而且在不断的上升，这个也就是真正原来的英国人他们心里在担心的。然后，但是这些移民的人到底是哪些人？大家会觉得这些是从香港过去的吗？不，他其实从印度过去的有25万，从尼日过去的有14万1千人，然后当然那个我们刚刚讲的香港的其实只有9万，然后巴基斯坦它有8万3千人，辛巴威有3万6千人，所以我们看起来，如果外观看起来，它其实除了香港人之外，其他皮肤的颜色都是比较深色的，所以就把它说成这个其实是一种种族迁移的真正问题。不过因为英国过去给大家印象是多元融合，但是比美国有秩序很多，就会觉得这个社会比较少会看到这种脱序的状况，所以这次才会让大家觉得哇，发生什么事？英国通膨数字到2位数等等，才会造成这次的这么大的暴动。我先讲一下，端木正刚已经发声明了，对，他说他一切都是依法处理，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他不认，哇，他相信监察院跟检察署会还他清白。那样，事情大条啊，不是都丢给他？这现在事情我看没有这么的。他说他擅自调解呢。对啊，所以这个就表示他完全不承认柯 P 的说法，这个事情很麻烦。那英国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其实你不管再怎么包容。毕竟人类还是私心比较重，你对这种族群啊这些东西，大家都好的时候当然很好，当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生活有问题的时候，就会开始大家互相责怪。英国这2年经济不太好嘛，去年经济增长率只有0.1，今年预估1，但是通膨就直接把它吃掉。所以在这种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下，当然会觉得说，你们又不是我们英国人，那为什么你要来我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来跟我分抢我的资源？这个人大部分都会这样想，这个很难免。那这时候如果又有一些人喜欢用一些比较激昂的情绪在煽动的话，那就很容易会出问题。很多社会的暴乱就是这样产生。但是英国现在想说去跟中国大陆这边临时抱佛脚，然后看是不是能够提振他在国际上声望，或是他在对自己国内的一些信心哦。我认为恐怕很难。因为中国大陆也不是吃素的，也不是你今天叫我来我就来，叫我去我就去，也不是这么简单的。那英国自己也知道，他的长远国策还是以美国为首，他也不可能有自己太多的意见。所以我个人认为，他跟中国大陆要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恐怕从中国大陆那边得到红利是很有限的。那至于塞尔维亚这个东西，老实讲，塞尔维亚这个锂矿这个东西已经闹了好几次，本来这个武契奇早就通过了，就准备要已经开绿灯给他许可让他们挖，结果就是因为民众反对，然后这些环团人士反对，然后就停下来。那现在他又重新要开始动，然后这些人又起来，而且据说这些团体准备要在40几个城市同时发动这样的抗争。那当然，你身为一个执政者，就会去想，这是不是背后有人在煽动？是不是有人特别针对他？那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要看证据啊。也许就是你说有没有煽动，也许有可能有人煽动，也许就是像马斯克这样的人就多嘴几句话，可能就可以煽动。那是不是有组织性的煽动？这当然还要再看。但是按照道理上来说，美国当然乐见武契奇如果被推翻，美国当然是乐见，欧盟当然也是乐见，在道理上是这样。那至于这个哈希纳呢，我必须讲，哈希纳这个时候他愿意爆这个料，我觉得还蛮震撼。照理来说，因为他现在等于已经流亡，他应该是以不得罪别人会比较好，结果他还硬要把这个东西讲出来。
哈希娜，你要不要先发个不自杀声明？我觉得你现在恐怕会有点危险。是好，接下来看看中东。中东的局势现在真的是也是瞬息万变。在以色列的情报告诉大家说，先前不是讲24小时、48小时吗？以色列情报单位告诉大家说，伊朗最晚15号，也是这几天了，要发动报复攻击。那马上15号还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不是要和平谈判吗？所以会不会影响这个和平谈判呢？那规模甚至他是说比4月13号发射的数百枚炮弹、无人机攻击规模更大，上次几乎全部拦截到嘛，所以15号之前最晚就会发生。那还是说只是先告诉大家打个预防针，说我们以哈停火谈判如果没有办法顺利的话，不是我们以色列的问题哦，恐怕是伊朗来攻击哦，等等，是这样的讯息跟氛围吗？所以伊朗准备报复吗？有一个动作倒是可以观察，革命卫队它的。针对哈尼亚身亡的报复行动里面，这个革命卫队就在靠近伊拉克边境这里进行了演习。这个演习是不是5天里头有一些所谓的加强战备警惕，还是有进攻的各种演练？不知道。那大家也在观察，所以贺主中东大战嘛，美国罕见做了一些动作，把几辆这个重要的核动力弹道飞弹潜舰开到这里来，乔治亚号2害2级的动力弹道飞弹潜舰，还有林肯号都往这里来开的哦。奥斯汀说，这个搭载了 F-35C 隐形战机的林肯号打击群，就是为了预防伊朗还有控制这个地区不要发生更大规模的扩大的这个战争，或者是可能规模的攻击啊。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也讲话了，他说中方坚决反对谴责暗杀行为，认为啊，除了沙烏地阿拉伯去站队谴责以色列之外，同样也认为这种暗杀行动已经侵犯了伊朗的主权跟安全尊严，所以他还跟这个伊朗的外长通了电话，告诉大家说他愿意跟伊朗一起在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里面共同加强合作，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的发言权跟影响力。那合作到什么程度呢？当然也在观察。以色列的报道说，沙国针对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已故领导人的哈尼亚的暗杀行动，强调是对伊朗主权的公然侵犯，中沙都选边站。那美军呢？西太平洋现在等于是放空了嘛，这些重要的部署都往中东去，避免发生扩大战事的情况。那其他呢？亚洲呢？这个亚洲是不是放空城了？各种报道里面还看到了大陆在沙漠发现了巨型的机库，这种机库啊是遮起来看不到里头是什么，但报道里头的猜测说，这么大的体型呢，看起来可以有大过美国尼米兹级航母啊，还在继续扩大呀，恐怕是用来某种军用的大型飞艇正在规划或者是在演习演练当中。那么军舰的实弹演练也有这个公布的军方消息说，公开的有2栖的打击，打航母也是没有问题的，引起了很多的评论跟关注。中方也立刻发布了共军的潜舰的演习啊，鱼雷还集成了一艘2栖攻击舰的画面。所以解放军当然各种秀军力、秀肌肉的情况，包括有个新的武器叫做动2型的弹道的这个快艇展示嘛，可以原地画圈圈啊。这个画圈圈似乎是说，万一需要发射跟攻击的时候，也可以透过这样的快速旋转来产生灵活的近海攻击性能吗？那待会儿大家来观察它到底产生的影响力是什么。但日本也一样，也很紧张，他们赶紧就在观察里头公布说，他们发现在中国大陆的军机机腹下面发现有新的这个无人机底下发现有这个夹载枪夹舱的概念，这个是什么？干扰电联吗？那可能因为这样飞机飞出来，无人机用来作为首波可能在电讯站上面的关键用途吗？但是同时来观察是美国的态度，看台湾的时候，智库相关的研究报告有一个说法，最近出来了，说台湾并不是印太的全部，美军不能把台湾当作主要的焦点，美方也不该执着于台海直接跟中国对抗，所以卖武器要卖。然后保护费可能还是要收的啊，但不想要负责台海战事嘛？亮哥来看看中东局势，伊朗最新的这个状况。美国的动员的用力程度真的令人感到觉得好像有某些严重的事，可是他没有讲啊。那前一阵子他还在放消息啊，说以色列正要跟哈马斯谈判啊，显然这些都是假新闻。这是贺锦丽要的啊。把那个就是假新闻呐、你想一想啊，美国的军方派1艘航母不够，后来林肯再去双航母，
然后陆战队动员了4000人，现在连2害2的核动力潜艇都去，到底有什么事啊？所以我认为一定是相当严重啊，不然美国怎么一直补这样啊？全部调过去。就本来是在双航母在阿拉伯海那边拦截飞弹，这样就已经够强大了。啊，你动员4000个陆战队是要干嘛？那不是摆明了可能有地面作战吗？不然你是要干嘛？哦，就是那个4000个陆战队可能就从那个东地中海那边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嘛，然后就直接进入以色列北部啊。然后就直接跟黎巴嫩真主党就杠起来了，我给人家的理解是这样嘛，不然你动员陆战队4000人是要干什么，对不对？而且也有人在盘点美国在整个阿拉伯半岛的资源啊，美国在整个阿拉伯半岛有57000人，因为卡达嘛、科威特那边人都蛮多的啊，沙地阿拉伯反而比较少，大概不到3000啊，叙利亚、伊拉克都有。我是觉得这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好像要发生战争了而且是地面作战，不然怎么会这样动员呢？真的是很奇怪就是山雨欲来，如果只是飞弹、无人机、火箭弹的打击，像上次拦截就好了嘛，拦截就好了嘛而且沙烏地阿拉伯，你刚刚那一页就是他对这件事情他很生气嘛，是就哈尼亚被暗杀。坦白说，他觉得加沙和平已经被破坏了所以他这次我觉得他大概也没有想要配合，比如说上次美国也在沙烏地阿拉伯做拦截飞弹的动作那沙烏地阿拉伯这次大概就不管了，就你自己去搞吧因为美国在那边有基地，可是人不多了，大概2500人不然他不需要发声明我说沙烏地阿拉伯了他这个声明就等于是跟王毅还有伊朗，他们就站在同一个战线了，就对这样的暗杀事件感到非常的可恶嘛。所以基本上还暗示了伊朗他做一定的自卫反制是合理的，因为事实上伊朗也到了联合国做了照会，说他要发动自卫反制那只是不知道是哪一天所以我觉得给人家感觉就是。这风暴正在聚集当中这个 storm gathering 这样。所以中东局势真的密切观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东局势因为美国大批的军力武器往中东送。然后呢，又有伊朗的军演正在陆地上进行，引起大家很多的揣测嘛，是不是山雨欲来，大战要开始？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上一次在4月14号的这一共有324枚的，无论是弹道飞弹、无人机或者是巡弋飞弹攻击以色列，其实伊朗一定对于这一些如何攻击，那如何成功或者如何失败。做过分析如果我们来看其实大家都说饱和有3种饱和。第一个，我们讲方向饱和，我们就可以看到从伊朗还有也门直接发射过来的，它到底是哪里拦截到了，哪里没拦截到，这是第一个要讨论的地方。第二个，有关于数量饱和，也就是这么多枚，它一共也就是以色列成功拦截了96%，那个4%是如何成功的？这个也就是数量饱和的地方要讨论的。另外还有什么？还有战斗系统的饱和。其实我们看到西方的武器很少可以360度接战的，无论是萨德，无论是爱国者都一样，都没有办法360度接战。能够360度接战的是 S300、S400，还有海虹9，都是360度接战。那事实上，我们如果来看当时的《欧亚时报》的报道，它有讲到伊朗其实有发射高超音速飞弹，这个可能就是成功的一个部分所以其实现在看。伊朗他上一次他有动用这个革命卫队演习吗？没有，他就直接反击。没错。那这一次他为什么要动用革命卫队呢？
演给你看啊，然后让你失去戒心。为什么？你以色列一天到晚叫，过几天那个伊朗就要攻击了，其实这对于他的内阁，对于他的人民都是不利的。为什么？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大家都不相信。然后接下来我们如果说看到解放军的这些武器发展，其实是小步快跑的。怎么说？我们看到这个022的这个导弹艇啊，虽然它已经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它到底使用哪一种飞弹？大家都说鹰击83啊，但是事实上来讲，以前我有秀给大家看啊，有鹰击62。鹰击62可以打400公里，绝对不是鹰击83的180公里，所以它放在它的一个弹仓里面，没有发射出来，谁都不知道它的打击对象距离到底在哪里。因为它可以一直旋转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中东和平协议谈不谈得成，当然关系美国大选啊。但问题是，现在看起来伊朗的反制动作只会让未来没有办法往和平发展。我觉得现在第一个，显然伊朗是在备战状态当中，那以色列跟美国也在严阵以待。那伊朗，我觉得他现在就是用一种心理压迫战术，你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要打，然后我就一直说我要打，那你也不知道我到底会不会打。然后他也实际上他私底下也是不断的去联系这些胡塞组织啊、真主党啊、哈马斯啊，我就让形成这种态势。所以你看，搞得现在最紧张的是美国，美国连这个核子动力潜舰也去了，然后航母也去了，可是真的会打起来吗？我觉得美国还是在尽力斡旋的。可是我同意亮哥的讲法，那表示你美国之前放出来的所有消息全部都是骗人，你根本什么也没谈成，你就对外先讲。那现在到底怎么样？不知道。我们当然希望不会打起来。可是你可以看到，中东国家很明显的，大部分都选择要么中立，要不然就是我支持的是伊朗这一边。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黄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一起讨论国际国内议题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小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大家最新关注，当然都是跟柯文哲相关。下午2点钟记者会开完了，解决了疑虑了吗？北检除了在这个相关政治现金申报这个部分已经主动分案之外，还有3组人马跑到地检署去按铃告发柯文哲，包括了有高检署前检察官张锡怀、台北市议员钟小平，还有激进党。那北检甚至主动把他直接他执案侦办之外，伪造文书啊等等的，被告不详。总之这还要调查，先成案再说啊。包括真正先进案，目前也被分案，所谓主动的调查，检方有1组人完全针对柯文哲在伺候着，所以目前下午记者会大家都很疑虑的是，怎么会发生在这种申报上这么大的篓子？不可思议！大家政坛各种的选举的经验里头，很少看到这么清清楚楚，居然可以让这种公关公司直接声明没有拿过钱却被申报在公开的项目里头的这916万，还有时间啊，还有柯 P 的这个演唱会等等的，总共1993万。那下午在记者会上公开告诉大家是说，其实不止这些而已，其实是有15笔的资料都是漏报了，但因为金额瞧不拢嘛，就是没有对上账嘛，所以是会计师个人的疏失个人便宜行事，所以才把这个账直接开到什么石勒啊或者尼奥这里去，那全部都是会计师的错。那这些资料都是送选委会的，难道不知道会被查吗？这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当初柯文哲本来跟绿营合作的时候，包括柯妈妈陈佩琪都捧上了天，但如今呢，像柯妈妈在受访的时候特别喊说，赖清德是民进党里面少数没有贪的人，是不是就被很多人解读说是像赖清德在求情了吗？因为这一次所有的爆料内容，大家在分析，光是陈佩琪自己这个小草咖啡厅用儿子的名义当人头来开设就有兼职贩役、借名登记、违反公务员服务法爆料的人其实都不是民进党的哟，没有出手出手的都是大部分是
包括他自己柯文哲前幕僚哦吴静怡，那或者是网红，或者是名嘴康仁俊，过去也跟黄珊珊在亲民党关系很友好的，但这些人发生这样子的各种爆料里面，几乎都戳中了要害，也就是说，都是事实上有所疏漏的关键资料没有报清楚，所以避免被说政治斗争呢，民进党的人还没有真的出手呢，光这有其他人就够了吗？那现在被牵扯其中的，包括了同学，今天也出来开记者会的李文宗，他也道歉了，太太也有哦。那当然，这个李文宗的妹妹木可的负责人，同样也被牵涉，为什么身兼多职，或者是甚至黄珊珊好了，柯的竞选办公室总干事不知道吗？不知情吗？她可以把闺蜜找来开公关公司的这个合作案，可是却让这个公关公司直接发声明来告诉大家说没有收到款项，不可思议啊！那或者是陈志涵、徐府等等都被牵涉，其他的公司牵涉其中，所以是柯文哲太轻忽吗？还是到底发生什么事呢？馆长有话要说。老子骂人本来就是针对事情骂的，从以前国民党到后来的民进党，哪一个我支持过，我没有骂过？还有名嘴居然敢说陈志安不要再瞎挺，瞎挺哦！恁今仔新闻的做遮大，我有瞎挺，我袂了，恁要出来一个呢？是咧怂啦。所以除了内部在所谓的司法侦办程序当中，柯 P 有没有办法全身而退，还有的瞧。但是在两岸之间呢，一样是所谓的兵凶战危，有没有办法面对真正的状况呢？今天又有中共的基建台海周边活动，那么前一天不是还说，哎呀，没有到我们内海啦，公布的图不是符合比例的啦。那这一次到今天上午6点为止，一共侦获的是9架次，同样逾越海峡中线，已经家常便饭3架次，9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那被说啊，我们要怎么来抗中呢？怎么对抗保卫台湾呢？用 AI 主播吗？中英日三个语言可以这个播报重炮射击，这样就有用了吗？那台湾的弹药致命弱点，在这个分析里面认为，其实已经4年都没有解决，甚至俄乌战争打到了国军所谓不切实际的剧本痛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武器迟迟不来，花了钱一直买不到，美国应该要盘点给我们的这个军事设备，以至于今年本来应该学习操作的这个各种刺针型的肩上型的刺针防空飞弹，也都没有办法做啊，货没来是怎么做？所以新制的各种的弹药没有到，只好用旧款想办法凑合着用。那一方面，美方觉得我们没有适当的训练人，那人员又不足，然后又不会训练用新的武器啊。问题是啊，花了钱，武器也不进来啊。那另外传出来，国造潜舰海鲲号今年9月就要海试了。那军方高层则是否认说尊重各方自行评估。那上次说是下水，没有真的下水。那现在传出来可能海试啊，什么时候海试不知道。大白话致电相关单位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亮哥，当我们看到柯文哲这些案子发展到现在，而且不是一件事情，是多件齐发，一起围攻下来，您看怎么发展？不了，金华城那个还不知道啦。我们现在就讲政治现金啊。坦白讲，我参选过3次，报过3次账。我认识的政治人物，我真的没有看到政治现金账这么混乱的。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个今天这个网络在流传一句金句啊，说我很负责任的跟大家报告，我完全不知情。我坦白说，这个候选人对自己有可能不知道细节啦，有吗？不可能啊！候选人本身，我跟你讲啊，你自己在参选啊，你会把你的财务全部外包吗？你会这么放心吗？一定要有信任的人啊。当然啊，当然是这样啊。而且你如果稍微谨慎一点、稍微认真一点的候选人，你会对你一定金额以上的支出，你都不知道流向，怎么可能呢？比如说我自己参选，我5万块以上的金额我都知道。现在还不是候选人不知道，总干事不知道，财务长通通都不知道所以就是不可思议嘛。那我这个是小立委啦，市长、总统，对相当金额以上的流向你都没有概念，这个我实在是难以想象了。说实在的啊，这个基本上一个政治这个一个竞选的一个出账流程啊，
你的竞选部门也要有签字的过程啊，而且如果有计划，还要那个签活动的计划，然后往上签啊，所以这是有2套签字的流程呢，一个是活动的概过嘛，然后要申请这笔钱嘛，因为他这个钱都不是很小的钱啊，那就要经过活动部啦，或者是总干事啊，都要签字的啊，那签合之后开始支出嘛，支出回来还要报账那就要经过财务啊，然后最后要到会计师。这个我难以想象是他的会计师端木正一个人就可以临时自己决定要把账塞到这几家公司哦，不可思议。怎么可能这样做账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尼奥嘛，石勒嘛，这个会计师就自己决定把账做到你这里，你500，他400，这样可以哦。那请问你要做到你这里，那随时他们2家都是公司，他也要做会计账那发票报账这通通都要勾稽好呢。那所以我说这个商业会计法的部分，我们现在就讲了，这里面牵涉到了法律哈。第一个是政治现金法了政治现金法你也许从宽处理，他就会说你账做得不好，那我就补报嘛这是监察院的部分，没有进到个人口袋，那监察院就给你罚款。监察院不会去查有没有进你口袋啦，他也没那个能力啦，他只查你有没有违反报销那了不起就是给你补报，然后罚款嘛大概是这样那可是可能不止这样如果接下来因为钟小平去提告嘛而且他也分他治案，所以检调可能会进来那检调进来就比较麻烦了，就是他会去了解是不是有广义的背信如果他去查背信伪造不实那他就要去查整个流程嘛。流程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那2个流程，第一个是进总内部的流程，那第二个是支出，就是支出收入的流程嘛。那这个就复杂了而且因为还连带到外面的公司比如说那几家厂商，对不对？那这个就看那个检调办案的用力程度啦，不然他会去对你那个厂商的提供的发票是不是当时真正的发票，不然你还有做假账的问题然后我还没有讲到图利你有没有放到自己口袋我还不知道我现在只是在跟你讲这整个程序，如果是在监察院就结束了，那就是最单纯的。今天记者会他是讲说我们就是补正资料，不，那个是指监察院的部分，对，只有监察院这一关可以。对，那因为它有一个政治现金处没错嘛那个所有的那个民代公职都要面对的啦。现在就是说有人提告，那检调会不会开始约谈？那我相信他不会去约柯 P 了，那已经到最后面了。他会去约你的竞选干部，然后约厂商，那约出账的流程。那要查细一点，就会包括你的发票，那发票是不是对得上？这个相当复杂的啦，这个，你若有这个少数啦，比如说我不知道他的总开销是多少因为这个出问题了就将近2000万嘛。对啊。那我不知道他的总开销是多少。上次有提过好像5亿，是不是？就是看你的占比啦，就看你的占比啦。说实在，你如果是花50亿然后你出问题的是500万，那大概就是看比例啦。那人家大概可以原谅你这样就从轻可能就罚锾嘛因为背信罪那个刑责是很大的它可以是5年以下，也可以是50万罚锾以下，那就看程度嘛所以我说他这个真的是难以想象我真的我从政那么久，我真的没有看过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我真的没有见过。能想象大概是吴淑珍当年在凑发票报国务机要费，类似这种那概念。对不起啊，国务机要费不需要跟监察院报对，告，我是说这个是拿发票在公开凑账对，这是还要公开申报给账选委会的，要这真的很离谱。而且那个是可以查啊，人家要对上网公告，人家是可以看细目的啊，对不对？对啊，所以这个柯文哲今天在记者会上定调就是个瑕疵，而且是重大瑕疵。他提出了15张的这个单据，告诉大家说每一笔都有签收，只是会计师一个人哦，只有他知道会计师一个人的疏失。那为什么今天端午正没有来开记者会？不是你们现在全部都说是他干的，那他自己要出面啊！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你一个委外会计师，不是这样子的。关键人没来，对，因为他是你民众党的财务近半的财务，然后他还曾经是你们的不分区委员提名人，然后你还曾经推荐他去当富邦独董，这个人跟你关系很深呢。然后你们开个记者会，然后他没来，不是很怪吗？然后你们说都是他的错，那会不会隔2天端木正出来喊冤怎么办？他说都不是他的错怎么办？因为你现在告诉我说这是15笔漏报，然后2笔误报，你相信吗？老实讲我不相信，为什么？因为你说会计师忙到怎么样？会计师再忙，他有必要为了帮你做账，然后拼了我会计师执照的问题？真的啊，他有重大的刑责，无法再执业。他将来是不能执业的，对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了。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违反双块法还得了？甚至有刑责的。老实讲，你来不及报，那是你们民众党自己财务的事啊。你这些东西太复杂，干嘛我丢回去？你们理清楚再丢给我。我会计师是负责最后端的处理，我又不是帮你在那边。我认识会计师都很龟毛，很当然机车的，每一笔本来就是啊每一笔逐笔在审。连我自己在那边开发票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章没盖好，什么会计师丢过来给我，叫我重漏。他管你会不会来不及就这样子啊真的是这样。对啊，那这个会计师是帮你 cover 一切，你相信有这种事？而且最扯的是什么？你知道？石乐跟尼奥这2家公司，黄珊珊自己都承认这是他好朋友。过去他当他在竞选台北市长的时候，这家公司就在帮他忙的哦。然后呢，这个端木正也很奇怪，他也没有知会人家，就直接把账挂在人家头上。对呀，这个会不会太瞎？然后这家公司明明跟黄珊交情这么好，结果呢，他不是选择私底下去跟黄珊讲，你们那个是不是报错了？赶快纠正一下。结果是选择找媒体爆料。媒体有报道说发了2天讯息，黄珊珊没回，等一下，就去爆料。你把人家挂在厂商上面，那个厂商自己也要报税。是啊，本来就是啊，对，本来就是税单来了才发现。厂商怎么报税？这个东西怎么会？你想想看，哪一个会计师会瞎到我不先知会你这家公司，我就直接这样给你挂账？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然后黄珊珊今天有发一个签字文哦，他说石乐曾经跟他联系过。那石乐跟你联系，为什么你不回应？就说没处理啊，厂商是这样说的。对啊，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还是这是黄珊你在跟石乐演一出戏？我不知道啊，因为请大家注意哦，现在你看很多资料，柯美兰今天讲说是动用国家机器去查，不是哦。你今天看这些所有资料，其实两个来源，一个是什么？上网直接公告的东西，公开的资讯，所以你直接就可以看得见。另外一个就是你民众党内部爆料啊，这超级明确，这不是什么国家机器哎。你合作的厂商这样公开发声明打脸你，这跟国家机器有什么关系啊？这是你的伙伴在爆料。然后结果你们今天完全没有解释，还有另外一间时间公司，大家记不记得？时间公司你前前后后分3笔汇了1000万给他，请问一下这间公司到底干什么？他本来不叫时间哦，突然之间取了这个名字，他本来叫另外一个名字君宇，对，然后取了这个名字，然后突然之间就收到你3笔款项1000万，请问一下这到底干嘛？今天记者会完全没有解释这件事，这间公司到底跟你是什么关系？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你这样子超级让人家觉得，尤其是你老婆陈佩琪还跟人家讲说啊，我就是用我儿子的名字弄个人头公司，这个有点像人头公司你们在自爆，你们知不知道？所以我真的觉得今天的记者会让我非常失望，是怎么会用这么瞎的处理方式？一些关键的细节完全不讲，然后只在那边随便讲说啊，我们清查结果，清查41万以上。我想请教一下，今天这个会计师，你说他时间来不及，然后他把这几百万全部都塞到石乐啊，塞到尼奥啊，这几百万到底是一次的几百万，还是很多的小额募款汇集而成？到底是怎么来的？你们说都有凭证，你说只有15笔有问题，那这15笔就是前前后1800多万15笔吗？你们不是都接受小额捐款吗？这15笔他说差额对啊，对不上的，他直接就报大笔的这样出去。而且他今天为什么只查41万以上？41万以下的就没有问题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整件事情哦，如果民众党认为这个事情就可以这样脱身，那恐怕你们是把事情想简单了。因为第一个有人去提告，第二个监察院也会查，然后接下来检调啊相关的都会进来，你们真的觉得这样就可以搞吗？所以我真的拜托你们应该要再开一个记者会，把端木正找出来，由端木正告诉大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如果单纯这样就想了结这件事，抱歉，我觉得你们这个记者会开完之后，你们的锅会更大，柯文哲恐怕更脱不了身。对，大家都在问端木正人在哪，然后呢，他会怎么样？不知道要不要扛啊？台舰长，我们来看看军事专业看看，包括这个共机飞到内海，我们国防部说没有哦，然后现在又有各种的这个监控啊，然后说没关系，我们有 AI 主播，这样就可以了吗？台海最凶险的时间，是不是即将到来？其实才刚过，为什么？也就在汉光演习的那一周，汉光演习的那一周，原来我们所看到的山东舰是在我们的东部海面，那因为凯米台风来了，所以它返回了海南岛三亚。那现在山东舰又出来了，它现在的位置是在海南岛跟菲律宾的中间。它什么时候来不知道。那它来的时候，是不是又会针对我们台湾的各种状况做演练？其实我们并不清楚。那我们接下来看啊，这个是前几天的那张图啊，国防部一直说你们不要按照那个比例放大，谁按照比例放大？是你按照你写的在鹅銮鼻东北33海里，鹅銮鼻东北33海里，是在兰屿跟鹅銮鼻中间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是什么？也就是直线基线圈出来的内水啊。你怎么不针对这样讲啊？然后你有更好笑的，你现在你每一次每一天出的示意图都讲，本图非实际比例显示，没有人说你因为有人去叠图啊。可是一开始在讲的，我们海军的张晋学长以及我本人从来没有用叠图，直接讲的都是这个。另外，你为什么标定的是基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应该标定台北啊！你如果标定台北，还是93海里吗？不是了吧？那如果不是93海里，你有按照规定70海里鸣放防空警报吗？你不敢。然后呢，你只敢在选前的时候，人家发射人造卫星，你说是飞弹警报，你这根本就是公器私用。另外又是一个公器私用起来。去年9月28号，你为什么要搞一个明明其实这个是职评及命名典礼，结果你一定要把它搞成下水？你为什么？因为9月28号是民进党的党庆啊，所以你特别找了这么一天。那找了这么一天，现在好了，结果你找的那个日子之后，结果大家说，哎呀，那个烦躁上面凹凹凸凸，你说这是瘦马效应，结果搞半天，原来你连潜望镜都没有，潜望镜没有就算了，你现在整个烦躁全部换新的，你当初有跟大家说吗？你没有，所以你一直都在做这件事。另外，你找 AI 主播，你干脆学一下捷运好了，也就是从中文、英语、日语、韩语，还有那个客家，还有那个闽南语，全部来播一次。这有意义吗？没意义，大家作秀而已。山东舰刚刚看到一个媒体最新的独家消息说，今天晚上就会经由台湾南端的吕宋海峡进到台湾周边的海域啊。我们军方也表示又要严阵以待。